刚认识他的时候，觉得他挺可靠的，交往没多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本来是挺高兴的事儿，但是后来发现他特别的不负责任。不是我不负责任，是他太任性了，大小事总管着我，一点都不知道体谅我，我真的很累。他累什么呀？他就是不负责任。现在孩子也出生了，他也不闻不问，也没跟我提领证的事儿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动不动就跑回娘家，我去接他，他也不回来。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冷静一下。已经有了爱情的结晶，生活却一塌糊涂。老师们怎么帮他们呢？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许27岁，来自湖南营销经理；女嘉宾小唐24岁，同样来自湖南无业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两位，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？我愿意。交往了多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呀？半年。其实从孕期到最后的分娩，大概还需要9到10个月的时间，对吧？对。这段时间里面没有提出要领这个结婚证吗？有啊。他提的还是你提的？他提的。啊，那不是不负责任啊，那为什么不领呢？他就是嘛，现在我带着孩子回娘家都住了快1个月了，他也没跟我提领证的事，也没来看我。我没来看你。我是3番5次到他家里去，因为之前嘛，他也提过一些很过分的要求，包括因为我当时可能考虑他年纪比较小，比较任性，也体谅他。我哪有任性呢？你不任性，你以前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，你就一天到晚出去喝酒，喝得醉醺醺的，我就偶尔出去喝一下酒，怎么啦？你认为那是偶尔出去喝一下酒，但是你看一下，那当时你的身体又不是很好，你出去喝酒，有时候感冒了，我就是关心他，我说吃点感冒药，对不对？他是说什么？这讨厌这个，讨厌那个，更不说去打针了，打针哭得整栋楼都听到，好像要生命一样。我就是怕痛嘛。我当时可能就是说，哎，反正你小嘛，没关系，可能做了妈妈以后啊，可能好一点，因为人慢慢的成熟了嘛。但是结果呢，不还是一样？坐月子期间，因为我们的习俗是不能吃个辣的或者炒菜嘛，对他的身体不好，对小孩的身体不好。那个都是老一辈的思想，我都在网上查了，吃了又没有关系。难道你就不会体谅一下吗？我老爸老妈也是这么大的年纪了。他要照顾你，还要照顾小孩，他也是为了你的身体好，你就认为啊，我老爸老妈或者是什么刻意或者怎么样子的，就是不符合你的口味。我说你任性，你还不信。包括之前呢，她不是怀孕了吗？我就说，我们怀孕了，我们就结婚吧。他说结婚就要买房子，而且他提出的要求是什么？买房子要在市区买，没得商量，要100平方以上，而且不和我爸妈一起住。买个房子过分吗？而且现在谁还跟爸妈一起住啊？都是自己在外面。那你有没有体谅一下，考虑一下我？我爸妈住在县城嘛，就是说住在乡里。他说我把乡里的房子卖了嘛，付个首付，但是跟他到他那里根本就行不通，跟爸妈一住就不行，就是他认为他的就是都有道理，我们都说都是错的。把家里的房子卖了，他们住哪里啊？我们住外面就可以了嘛，他们就住家乡嘛。后面我都是贷了款，然后贷了款之后，我想办法就把房子买起来嘛，也把首付付了。结果他装修也是一样的，因为他怀着孕嘛，家里可能装修他就去不了嘛，因为工作当时我也有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老爸老妈呢。就是可能在这个贴那个厕所的瓷砖了，没有去问他，稍微简单一点。他呢，一进来就指这个瓷砖，这是谁选的？这是什么东西？那个瓷砖本来就选的好丑啊，那颜色。我们结婚的话，肯定要选漂亮一点的。你的想法都是左也要漂亮，右也要漂亮。我们本来买的房子就只那么大，不管我爸妈在家乡有没有房子，我在想到时候他来我们这里住啊，也要留个房间给他。我小孩长大了嘛，也要有个房间。我给他想，就改个房间给我小孩。他说什么要改个衣帽间，就是很大的一个房间，放衣服放镜子，他说要化妆什么的。女人本来就爱漂亮嘛，我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化妆间，属于一个自己的服装间，怎么了？你爱漂亮，什么都要属于你的，前面的都依了你。我就说，就买了家具那些东西啊，就稍微可能买便宜一点的，等经济好啊，我到时候就换不。他也说不行，一辈子就那么一次，肯定买好一点的。我买那个差的又不好看。你结婚之次，我结婚也只一次，你那也好，这也好，你也没体谅一下我呢，是吧？看你们俩的情况，一次不太可能了。接着说。我记得还有一次还更过分的，就说那时候生了小孩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我老爸老妈照顾小孩啊也比较辛苦不，我老妈就打个电话，她说儿子，她说我今天有点头疼感冒或者怎么样子，我说这个好办了，我说我打电话叫我老婆回来了，肯定要照顾一下，对不对？我打电话给她，她说什么啊？现在没时间，你又没有正式的事情，为什么你不能第一时间赶回来呢？我不是说了，我跟朋友在外面有事吗？他就是感冒一下，带一下孩子，我晚一点就回来了，又没有关系。那是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感冒的时候，那你又休息多久了？是什么样的状况呢？有没有带小孩呢？
那我爸妈也是那么大的年纪了，你们体谅一下。既然他回来还说，哎，说我什么我老爸老妈可能是。我能拦一句吗？可以啊。你今天来是跟他分手来的是吧？其实也不是的，其实我还是就是说，因为他年纪比较小，比较任性，我就想在这个舞台上面老实提醒一下他，让他有所改变。哦。因为毕竟这个东西，因为我跟他认识还是有感情的嘛，2年了嘛。我听你这男版的祥林嫂啊，这絮叨哦。我问问姑娘啊，这个你们俩领结婚证了吗？先明确。还没有。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呢？现在就是，我就老是跟他吵架嘛。我现在就是带着孩子回娘家，都住了快1个月了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多大了现在？快1岁了。那你们俩这事儿拖得也还挺久的了。你为什么要回娘家？你能告诉我吗？他骂我啊，要叫我滚啊。他为什么叫你滚？我就说他母亲是装病啊。我就是晚了点回来，他就骂我啊。什么叫他母亲装病？他打电话跟我说他母亲生病了嘛，叫我回来带孩子。我那时候就是约了朋友在外面聚一下，就想晚一点回去带孩子也没关系嘛。他听到了他就说我呀，叫我走啊，我就抱着孩子我就回去了。等于你未来的婆婆在帮你带孩子。生病了，你没及时赶回来，是这么个意思吧？对。好，那这个男生平常他对你好吗？平常对我还好。还好。就是我坐月子的时候，我打电话他又不接啊，而且发短信也不回啊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因为之前搞装修啊，包括这些东西这事情，我的工作也耽误了，是吧？我就想在工作方面多投入一点。然后你做了些什么？回去之后就是查我的电话记录，查我的短信。他竟然还叫他表哥到我公司去，他就说，哎，我这个不负责任，那个不负责任呢。我说什么他表妹在家里坐月子，我在外面一天到晚怎么样。谁叫你打电话又没有接啊，短信也不回啊，我就叫他去看一下怎么啦。那我也有我的事情不，我不可能说一天到晚就是因为你的事情就一天到晚跟着你转不，我也要养家糊口不。如果我工作不继续努力的话，那我们以后日子怎么过呢？等于女生在坐月子的时候怀疑男生在外面不太好是吗？啊。查实了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个怀疑哈啊，行，男生一肚子委屈是吧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说什么为一点小事争吵回家了。我这次我去了几次，他老妈就说，你看隔壁某某某，跟他老婆买了个车，就是20万，我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，我去抢银行都没这么多钱了。啊，本来就是我那么年轻就给你生了个孩子，我要辆车怎么啦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要辆车没了，我的经济状况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以后是为了更好的过日子，而不是跟车或者怎么样子，你说对不对？也要为我考虑一下嘛，老是比人家啊，说人家有车，人家又怎么样，我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了，对不对？你认知到我这个状况，好，是吧？听明白了，你还想跟他结婚吗？我就是看他想啊，想，你还能娶她吗？我觉得他一点。就是说，在这任性方面或者要求方面一点都没有所改变的话，我觉得我要冷静一下。问女生啊，没工作是吧？没有。他不跟你结婚了，孩子谁要啊？我要。你要吗？我要啊，那是我的，我干嘛不要？那也是他的呀，怎么办？嘿嘿，绑在一起了，分手还难，这也不能算离婚。啊，这也没结呀，对吧？好的，老师们看怎么办呢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一直你也在口声说他任性，所以从认识到基本到现在，他所有的任性，你都基本上以包容忍让来结束，是吧？对，基本上都这样。对，你知道任性是怎么回事吗？小孩一哭，爸爸妈妈看马上就怎么样引起注意了，哟，这孩子怎么哭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任性呢是希望引起身边人的注意，跟你交往也是一样。任性啊，对吧？你就喜欢他，就慢慢控制你了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呀？他每次任性都成功了呀，每次任性都达到他的目的了呀，每次任性都让你屈服了。最后如果是我的话，那我以后也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控制你。他的任性前半部分是他父母培养出来的，但后半部分是由你培养出来的。一开始啊，你就太过于宠他，没有原则性的这种退让，导致了今天这种被动的局面。但是对女生说一下，有些事儿是要还的。你做的事情如果是过多的索取的话，终究有透支的时候。所以现在
处在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，也思考男朋友说的话，哪些要求是不是让他为难了？如果超过他的能力了，他会非常的累。他也是希望你能对他好，能够去体谅他，也琢磨自个儿是不是有些行为上也应该从原来的那个小孩的状态，稍稍变成一个大人的状态，变成一个妈妈的状态。所以有些事情呢，各自要让一步，这样的话呢，才有可能走在一块儿。我们俗话说，这个阴天下雨有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你自己兜里有没有钱应该知道。他觉得他为他们家传宗接代，尤其生了儿子，就是他们家的大功臣了。他以功臣自居。我们叫量体裁衣，自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。幸福的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。买车没有错，但是他的经济那个承受能力，他可以不可以？但是反过话来说，某一天他突然间给你开一辆奔驰过来，你敢要吗？可是话说了，他给你买一辆比如说20多万的车，你就幸福了吗？不一定。我也真想回答刘老师的问题，说突然开了一辆奔驰，你要吗？他绝对要。姑娘，你要吗？就他突然给你开了一辆大奔回来，你要吗？刚才你们所有说的，我都听到了一个字儿，就是要，不停的要，俨然就狮子大开口，没有底线，不见底。我看这上不光刚才你们听到的要车呀，然后这房子这装修不满意，还要彩礼呢，是吧？这上有写哦，还要彩礼20万。结果实在这哥们儿没钱，说给8万吧，行，可能8万给了，还要写欠条啊，还欠多少钱，都是要。你不光要，一味的要，而且没有家教。自己的孩子让对方的父母看着，不知道感恩，居然老人家病了敢说人家装病。你配做一个妻子？你配做儿媳妇儿吗？你配做孩子他妈吗？自己的孩子就可以说我给你生了孩子，那是他的孩子呀，然后你就可以去玩去了。所有的表现，我看不出你对他的感情，甚至于我看不出你对孩子的感情。你今天带着孩子回娘家，还是一个要挟，还是要你要我回去，你就得给我什么？你们谈的是感情吗？做的是交易吧？刘老师肯定说的没错，生了一儿子吧，你从此能怎么着了？能在家里的位置是最高的，对吗？请问你有工作吗？你除了他对你的爱，你有别的吗？一旦人家不纵容你，你将失去所有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甚至连自己生存的能力都没有，你还舔着脸说孩子如果分开之后我要，你养得起吗？现在你最大的财富是什么？就是他对你的爱。你缺了他，你没了他，你根本就活不下去。我都不知道你用什么勇气说还自己回娘家，还你过来求我，还要这要那，你凭什么呀？你还不赶紧认识到这一点，说你要对人家好吧？之前你做错了，赶紧用你的对他的好，用你对他的爱去弥补这些，否则岌岌可危。最后吃亏倒霉的第一是你，第二受苦的就是孩子。你们才认识多久就住在一起，还没有结婚就生了孩子，种种的一错再错，现在你还要错到底吗？赶紧迷途知返吧，不要自己再去纵容自己这种任性了，只知道索取不知道付出，甚至于不知道对对方的起码的尊重。赶紧把自己这份可能要失去的爱给追回来了。而追的行为是说你真正要付出，对这个家庭对对方要有爱，要懂得尊重，好吗？小伙子你呢，没这个金刚钻啊，别揽这瓷器活儿，打肿脸充胖子，最后疼的就是自己。所以说现在就是你自食苦果了，不是说满足对方的财务上的需求就是爱，真正的要在感情上多交流。对方的任性可以，但是要有度，如果没有度的话，一定要指出对方的问题，否则他就越来越夸张，越来越过分了，最后你们俩感情断裂，倒霉的是孩子。你们俩呢，悲哀的是有个孩子，这幸运的也是有个孩子。不要为了孩子而去办结婚证，要真不适合的话，干脆别办这结婚证算了。我跟你说4个没，
你听听有没有道理好吗？第一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离开谁会死。第二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在关爱着另外一方的同时，他不渴望被关爱。第三，没有谁第一次结婚就要把对方掏得个干干净净。第四，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你一个女人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准则就是不要太把自己太当回事儿，也不要太把别人不当回事儿。他离开你会死吗？现在看来应该不会的吧？他还好好的处在这儿。一个人在付出的同时也希望被关爱吧，都是人。很多第一次结婚裸婚的后来也挺幸福，并不一定要那么掏得干干净净，恰恰相反，掏到干干净净的最后会死得很惨。第四，环顾一下周围，比你好的女生多了去了。女人在爱情生活当中，大概下面的2点当中，至少要有1点：矜持和自知之明。有矜持而没有自知之明的人，不管怎么样，他至少不会把自己那么早的奉献出去，他也就不会吃亏。有自知之明而不矜持的女人，即便把自己那么早的奉献了出去，她多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。既有矜持而又有自知之明的女人，或许能够把握一段很好的幸福，而你恰恰2者都没有。你既没有自尊和矜持，也没有自知之明，这样的话很容易让人看不起。把自己那么早的奉献出去，然后又提出一些和自己极不相称的，甚至毫无人性化的要求，你是要把自己逼上绝路。你说话的那个样子，我一点都感觉不到任性的可爱。我都帮你生了个孩子了，我20万，我过分吗？我第一次结婚，我要一个我的梳妆台，我要一个我的衣帽间，我过分吗？其实说句实在话啊，你要单论这个要求，还真不过分。每个女生都想找到幸福，但是你在找到幸福的时候，你不能让别人不幸福。就你好了，别人都不好，你想带着儿子自己一个人过吗？你想把周围的人都逼死吗？所以说你啊，这个曲总说你说的真的不过分啊，就没有家教，但是我觉得你还不坏。你要是坏的话，你应该早先把结婚证打了以后，你再提要求。男生呢，你别看你那副老实的样子，放纵任性比任性本身更可恶。我刚才说的那4个全是你造成的。第一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离开谁是活不了的，你一定跟他说，亲爱的，离开你我就活不了。第二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在关爱对方的同时不渴望被关爱，你肯定说过，我爱你，不管你爱不爱我。第三，没有谁说在第一次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把对方掏得干干净净，你肯定说过，我有什么我都给你。第四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只她一个女人，你一定跟她说，在全世界的心目当中，只有你一个人，我觉得是女人。你肯定说过这种事儿吗？男生有的时候在想要得到一个女生之前，嘴那个贱呢，就是没有什么都敢往外掏啊。就像那些想要吸毒品的人，你一次又一次给他毒品，然后到最后，你实在给不了了，你说我实在给不了你了，但是他已经无法遏制，所以有的时候。你比他更可恶，所以说呢，如果有爱的情况下，任性那叫撒娇，放纵那叫包容；如果要是没有爱了，任性就变成了要挟，放纵就变成了无所谓，就这样。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他们自己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我觉得我们之间。可能像各位老师说的，我自己可能也在这方面做的不够，以前一直的在纵容你这个那个，但是我到最后我也还是不能够纵容到最后，也没有和你说什么去交流啊，或者去交谈啊，或者说是解决这个事情呢。我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要好好的冷静一下。我刚刚听了评委老师的话，我可能是有那么一点任性，但是吧，我觉得我那么年轻就跟你生了孩子。我要不撤，我也不过分；我要不撤，也不过分。来，请亮灯啊！
你反反复复在说一个问题，我搞不清楚这个逻辑是什么，还是谁给你的逻辑？我这么年轻，我就给你生了一个孩子，我要这些过分吗？这话是谁跟你说的，还是你自己说的？我自己说的。那你解释一下，什么叫我这么年轻，我就给你生了一个孩子，我要这些过分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说一下。我本来就觉得这么年轻给他生了孩子很亏啊。那你年轻你不生孩子，你干什么呢？事实上你也没干什么呀，孩子是人家在带，你也没找工作呀，你在玩啊，你不生孩子你能干什么呢？我说白了，你作为一个女人到目前为止，你真正能做的一件事也就是生孩子，干不了，其他你都没干。还有，我给你生孩子，你给他生孩子，生孩子不是你的工作，你要心甘情愿的去生，心甘情愿的去养，去爱他。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，否则的话，你真是白有了这个功能。珍惜眼前吧，爱就领结婚证，不爱就考察考察，千万别为了孩子委屈了你们两个大人。来，请交换箱子，交换吧。两位请回，请关门。看看吧，看看两个人怎么下这个台阶吧。这个台阶到底要不要下呢？5、4、2、1，请开门。给买车不？如果我有这么多钱，我会给他买。啊，现在有多少钱？反正没这么多了。你告诉我多少钱？反正买个差一点的车还是有吧。我觉得我跟相互商量一下嘛，我少一点钱买便宜一点的应该也没问题。对呀，你变化呀，你少一点钱，你还可以贷款嘛。所以你看这事儿，你要一商量，不就没事儿了吗？站在这边来吧。感谢不漏暴龙眼镜为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。成功复合的情侣将会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。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。开始。说要。停。选择幸福，选择亚赛何来盼盼，盼盼到家安居乐业。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来有请。谢谢你们啊，各位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求婚仪式。亲爱的，我们回去领结婚证吧，嫁给我吧。谢谢各位了，这位老师了，谢谢，祝你们幸福，请回。好，谢谢了。